在上一堂课中，在上一次我们学过了一些关于点字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包括这个6个点的概念啊。我那里我说过，点字呢是用6个点组成的。那么这些6个点呢，我们从这些6个点能创造63个组合，63个组合。所以每一方会有63个变化，这些都是只有63个组合，所以我们把它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很容易的把它们背下来。我们可以这样把它们记住。有一个方式就是点字字母表，我们通过这个点字字母表，可以把它把这些全部63个组合记起来。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怎么记住这些不同的组合或者不同的形状。这全部63个点呢，代表符号某一种点字系统中的某一种符号。比如呢，看一下这个哈，比如12点，或者等一下，这是13点、14点好了。这个1和3，第一和第3点的组合会代表注音点字的了这个音，或者英文中的 C 这个字母，还有数字中的3这个数字。所以世界上呢有不同的怎么说呢？不同的点字系统，包括语言包括数学和音乐，也有音乐点字。所以所有的这些系统的所有符号，从这些63个组合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一次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把它背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些全部63个组合背下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表格来把它们背下来。这个叫做点字字母表，或者可以叫它点字表格。那么我会一个一个的解释它们的一些规则。这些这个表格又有一些规则，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表格的结构。好，这个表格呢可以分为7行、7列、7个列，每一个列都有自己的规则。所以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些7个规则、7条规则，学习点字字母的7条规则，或者说点字符号的7条规则。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前3个规则。1到10加3加3。好了，好我们从第一列开始。这是第一列最上面的部分。大家看一下这里啊，屏幕上面有所有的有第1到第3列，第1到第3列的可以看得到。那么那里也有他们的规则，对吗？所以我会一个一个的解释一下他们这些规则。好的，第一列呢，第一行
叫做基础行，这个第一列。然后在第一列呢，有10个重要的符号，10个基本点字符号。这些10个符号呢也非常容易记住，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数字的符号，我们数字的10个符号。这些10个符号呢代表数字从1到0这样的，1、2、3、4、5、6、7、8、9、0这些数字，非常的简单。那么我会把它们念出来，好不好？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看这支影片的朋友们，可能眼睛看不见，所以没问题，你们不用担心，我自己也是盲人，我会把它念出来，好吧？好的，第一行包括第一点，12、14、145、15、124、1245、125、25，然后最后就是245。抱歉，我刚刚说错了，这是24，不是25，24。然后呢，25。大家可能看过我的以前的一支影片，那里我解释过怎么用点字写数字，那是一个短片。如果大家没有看，那个影片，我会把它的链接放在影片的说明里这支影片的说明里，所以大家可以看这支影片，然后知道我在说什么。好，那么这些在这支影片中那支影片中我说过，这些点字数字呢，用这些10个符号组成的，我们可以用这些10个符号来代表某一个数字，对不对？好的，那么像看一下这个第一点代表1，第二点代表2这个数字，就是我的意思，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好的，那么第二行就是第二行的规则。OK，我先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个第一行叫做基础行，因为这个第一行是我们的基础行，我们在或者下一类中，下一个行中有一些特定的规则，对吗？一些特定的规则，用这个第一行的特定的规则，我来给你们一个例子，我们先来看第二行，这是第二行哈，这是第二行，大家可以下面看得到第二行，我也在读那个点字版的表格，所以我在解释的更方便一点。好，第二行就是把第一行的点位，把第一行的符号加上一个第3点。等我一下。好的，那么把第一行的点位或者符号加上第3点，它的形状会改变。你们看得到，这个。比如第一点，把第一点呢，把这个第一行的第一点加上第3点，它会变成第1和第3点的组合。那我们这样念，我们把它这样念，我们把它念成13点，第1、第3点就是13点，对吗？这是13点。好的，我现在告诉大家在第2行有哪些点位，有哪些符号。好了，
13点123 134 135 135 1234 1234 1235 234 2345这些。你们看，这里第三点就是第一点加上第三点那个规则。等一下，好。那么第1、2、3点呢？第1、2、3点就是把第1、2点这个符号加上一个第3点，更多的点。然后会这样，就是它的规则。这4个符号嘛，不是第3个符号就是1、3、4点，所以把第1、4点加上一个第3点，这样可以把它记起来。这个也是我们英文点字字母的记忆方法。你们看，这是第一行呢，他们这些符号第一行的这些符号代表的字母就是从 A 到 J A B C D E F G H I 跟 J， 然后呢第二行的符号代表 K L M N O P Q R S 和 D。这也是我们英文点字的记忆方法。好的，我们看第3行。第3行就是把第2行加上第6点。你们也可以把它这样理解，把第1行加上第3和第6点，那么它们的形状也会改变的，就是这样。它们包括136、1236。那个13456，13456，然后最后就是不是最后，就是1356、12346、12346那个是满点，然后呢12356、2346、23456，这样，这是我们那个规则。所以在英文中，它们代表的就是 U、V、X、Y、Z 这3个1、2、3、4个字母。然后这4个字母之后呢，它们代表一些英文的缩写 and for of the width。大家不用担心这些符号对不对？我建议大家其实现在。只要记住这些形状就好了，这些形状。那么我们看大家会发现为什么这里没有 W？这里有一个原因，我会后面会解析一下那个。好，我看这个。好，我们现在就看第4行或者第4列。等一下，我来切换到下一个投影片。戴尔塔。了，就是我们下一个。点字字母表，开启。第2戴尔塔，4加65向下的箭头1，4向右的箭头2。戴尔塔，4加65向下的箭头1，4向右的箭头2。戴尔塔4加65向下的箭头1，戴尔4加65向下的箭头1，4向右的箭头2。好的，我们现在看第4和第5行。这个是第4行。第4行说，把基础行的点位，把基础行的所有符号加上加上个第6点就好了，那么它们的形状会改变，像这样：16点、126、146、1456、156、1246、12456、1256，最后不是最后，就是246，然后这是最后一个，就是2456。这个也是 W 的符号
它代表的是英文字母 W， 注音符号的 I。看完 W 这个英文字母之后，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在我们英文字母中的 W 这个字母不遵循同一个写法呢？因为路易布莱耶于19世纪发明了点字这个系统，他在法国发明了这个系统，他是一个法国人，所以他当然第一次发明点字的时候，创造了法文点字系统，所以那个时候法文字母表中没有W 这个字母，所以以后他们为了英文创造了这个W 这个字母，所以它没有我们以前学过的写法。如果大家想要记住 W 这个英文字母的话，大家可以这样记住 ：W 是 R 这个字母的反向写法。你们也会这样这样理解 W， 把 J 这个字母加上第6点，它会变成 W 了。所以这就是它的故事，你们懂了吗？所以大家了解啊，在所有的这个第4行的所有符号里面有一个第6点，这样大家可以怎么说呢？大家可以理解，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啊。那么我们看第5个符号，第5个符号啊，这是第5个行，第5行。第5行呢，是不同的，我们不需要加更多的点，我们要把前以前的那个第一行，把以前的那个第一行带到下面去。这意思就是只用第2、第3、第5和第6点组成的这些符号，在我们的第5行里面。看一下这些符号呢，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第1行的一些符号，前10个第1行的10个符号，因为呢，他们的位置虽然改变了，但是我们把它带到下面去。这个呢，就是数学点字中的数字符号，这些10个都是我们数学点字的数字符号。我来念一遍：第2点、23点、25点、256点、26点、235点、2356点、236点35点，最后就是356点，这些都是我们数学点字的数字。在写数学的时候呢，大家要记得写数学的时候，就是要写这些10个符号，我们第5行的符号，不要去写第1行的符号，因为那是不对的。那是我们别的在写别的内容别的话题的时候要写的，但是在数学中我们只会用这第5行，只会用第5行的符号，这是我们数学点字系统。好的，那么我们看下一个。上一张开启投影，开
影片挑选，点字字母表主轴键上开启，已选取第三个共下一张向右的箭头按钮，点字字母表上一张下一张第4张投影片共4张。这是最后一张。点字字母表主轴上一张开启，已选取下一张第3张苞米夹6、3、4。好的，我们看这个第6行。第6行呢就是这些点位，第6行的全部的符号，全部的所有的形状或者点位是用第3、第4、第5和第6点来创造的，所以大家只要把它们背起来，没问题。在学习英文2级点字或者中文或者某一种点字系统的时候，对你们来说也会一点方便一些，更方便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符号代表一些某一种系统的某一种点字系统的一些符号或者字母。看一下，它们包括3、4点、3、4、6点、3、4、5、6点，3、4、5点，第3点、3、6点，这是它的规则。它没有一些特定的规则，你们只要把它们背起来就好。好，但是它们概念就是同，只有可以要记住的事情就是，他们用第3、第4、第5和第6点组成的，只有这些点组成的。那么我们看最后一个符号最后一行第7行，看一下第7行。第7行呢，只用第4、第5和第6点组成的这3个点最后3个点组成的点位就是这些，在最后一行看一下，第4点、第4、5点、4、5、6点，第5点、第6点，第5点、4、6点、5、6点，最后是第6点，这是我们的符号，这是我们的点字字母表的所有的规则。那么等一下大家会看到在下一个在最后一张投影片中，大家会看得到我们完整的表格。我来给大家看一看。等一下这个开启投影，下一张第4张投影片共4张。这就是第4张投影片，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完整的表格。好的，看一下大家，这是我们那个完整的表格。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大家可以把它存起来。OK。好的，不过我会把这个简报的连接，或者我把那个 PPT 档案放在我们的 Discord 里面 ，OK？ 我们在我们的 Discord 伺服器里面有那个简报的连接或者那个 PPT， 所以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我们的 Discord 伺服器。如果大家想要加入我的伺服器的话，可以在留言跟我说。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跟我在留言我说，或者点击我们频道的频道说明栏的连接，那里有一个表单大家也要填写那个表单，然后我会把所有的细节传送到你们的
邮件或者 Discord。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堂课。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在留言问，或者呢，我也会在这个系列中，可能会做其他的课程。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会打算做更多的课程。好的，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啊，拜拜。